大家好，我是 Tiny， 今天给大家录制一个新课程，就是 AI 如何提高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的效率。首先我要强调的是，对于代码我几乎是零经验，我对代码的所有认识都是基于胡迪尼的 VEX 代码以及一点点 EdgeScript。我们这节课要完成的是如何通过现有的大语言AI 模型来制作一个使用的小工具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最终的一个效果。这个物体本身它是有，可以看一下，它是有4个部分组成。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做好的这个小工具，然后将每一个部分 plus 提取出来。然后同样是这一个工具，它现在是有3个物体，然后同时它也是同样的一个属性，名称叫 path， 是吧？然后它分为0、1、2，我们也是把它可以提取出来。然后这个地方的话，它是一个在面层级的一个 path 属性，然后它是一个整数，对吧？我们可以试一下，同样的也可以提取出来。好，我们来进入实战，我们先来看一下。我先讲一下，就是我用的比较多的其实是 Claude， 然后其次才是 ChatGPT。但是呢，这个 Claude 虽然非常好用，可以说它的精确度是特别高的，但是它有一个大问题，就是它的免费版，它的使用这个限额比较高。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是说它5小时，包括这个 ChatGPT 当然也有，它5小时会重新重置一次，也就是你在同一个聊天对话框，你首先是不能够进行多次的对话，因为为什么呢？你同一个聊天对话框的话，它会基于上下文去做一个生成，你没有上下文的话，它可能就要从头开始，所以它首先有一个文本的一个上下文限制，其次的是你的对话的数量它也是有限制即使是付费，其实我也买过1、2次它的一个那个 Pro 的一个套餐，它的那个对话的一个限制也是比较所以这是比较操蛋的一点。然后 ChatGPT 当然它也有一个限制，也有一个5小时的一个重置，也就是说你在5小时之内这个用完了之后，那另外下一个就第6个小时你这个额度又重新我这里说的是免费版但是它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它默认使用的是一个比较新的模型，免费。当你到一定的额度之后，它会给你切换到就是比较老的一个模型，可能准确度不如新的模型，但是它仍然可以直接使用。好，我来直接演示一下。我们从这个开始，就是这个4个 path 的一个浮点属性开始。我们需要创造一个工具，就是说在胡迪尼中，我需要制作一个工具，提取根据属性提取模型，请帮我书写完整的。注意这个，它在这个工具架上的一个代码，它是一个 Python 语言。我们可以稍等一下，然后现在得到了一串代码，然后我们将它复制，然后我们创了一个新的工具，将代码放在这个 script， 书写一个名称叫 test。你会发现它现在报错，对吧？报错，然后我们将报错的代码复制过来，然后告诉这个 AI 代码报错，
然后它这个地方它现在告诉你了，就是它虽然给你新代码，但是你要注意它的一个给你的一个答案，就是你要确认它是一个 SOAP 节点。但是我们现在不是 SOAP 节点，我们现在是一个工具架工具，所以我们先把这个代码复制一下，我们先看一下结果。还是不行，对吧？所以我们直接在这里面书写一下。我需要的是 shelf 工具架上的代码。它就会根据这个工具架，然后写一个脚本，是吧？然后我们得到一串新的代码，我们将这个代码复制。看一下，重新复制一下。然后报错，对吧？我们将这个报错的代码复制进来。然后你注意它生成的时候，它这个地方是这样一个正方形，所以你这个时候复制代码是不全的，你需要等它把这个代码写完。好，现在可以了。节点不存在。它会，刚刚这个你使用之后，它会无限弹出这个节点不存在，所以你需要继续修改。还是会无限弹窗。仍然无限弹窗。你看它现在这个解释就很准确了。我刚刚把那个胡迪尼关掉了，因为它在弹窗嘛，所以我们把这个代码再复制一遍。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因为我刚刚在录课程之前，我用过这个ChatGPT， 它现在是这个模型是用的是一个比较老的模型，它的准确度肯定是有问题的。哎呀，还是不行啊！这个模型可能因为太老了，因为据我所知，那个 ChatGPT 它实际上是有专门的胡迪尼机器人来去为这个做这个模型的，但是现在这个没有效果，只能说明这个模型比较旧吧。模型比较旧，所以我们换一个 AI 吧，我们使用 Cloud。同样的，我们来到这儿，我需要使用胡迪尼创建一个 shelf 工具，通过 path 属性提取模型，请提供完整的 Python 代码。New chat。
请提供完整的 Python 代码。然后我们同样使用的是这个工具啊，注意，它是用的是一个 Sonnet 4.5，是一个比较新的模型。这个 Cloud 我的使用经验是它确实准确度非常的高，所以你基本上几下就有一个效果，然后其他的接下来的全部都是优化。看一下。然后我们把这个报错的代码输入进去。注意这个地方也是它没有对话完毕的时候，它这个地方会显示是这个样子。注意看，代码现在是已经写完了。对。我们先用一下上面的代码。Cannot set string power， 还是上面吗？第一个版本，我们选第二个版本吧。第一个版本如果有问题的话，你看它现在已经有了，对不对？其实现在就已经有了。非常的快，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继续，就是我们需要给它一个不同的一个每个 plus 之后给一个 now 的空节点，并且我们要给这个节点不同的颜色。我使用的是第二个版本节点代码运行正确。我需要在每一个 blast 之后创建一个 now 节点，且赋予它们不一样的颜色。然后我们直接把代码复制，然后我们把这个删掉，看一下。它现在是代码可以运行，但是没有创建now节点，且另外不要在最后弹窗提示。我们不需要这个弹窗，所以我们把这个命令告诉他一下。好，它代码创建完成了，然后我们再给它重新输入进来。好，你看现在已经达到我们的目的了，对吧？然后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再往下看，就是它现在是一个 path 属性，对不对？如果说我们现在它是一个这个 path 属性，不对，我们还需要优化一下这个代码。就是说，因为我们这个 path 这个属性名称，它有可能我们要用的时候，这个名称它可能不是这个
path， 它可能是一个其他的一个名称，所以我们需要将代码把这个 path 这个属性的这个代码精简为一行，并且置于最上面，这样方便我们后期修改嘛，对吧？代码没问题，但是我需要优化 path 这个属性 path， 想一想啊 ，path 我需要后期能够方便修改 path 这个属性名称，请将这个相关代码优化成一行，且在最上面。看一下啊，对，你看，它就把这个关于 path 的这个名称，它给你放在最前面了。然后我们需要修改吗？所以我们复制过来，看一下。首先运行一下，运行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我们修改我们修改一下名称吧，比如说它现在是叫 path， 对不对？然后我们改一个名字叫做 AAA， 看它现在这个名字叫 AA 了。然后如果我们是 AA 这个名称，我们去运行的话，它是没办法运行的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，在最上面只需要修改为4个 A。你看，这就达到我们的目的了，是吧？好，所以如果你要使用这个工具的话，你要随时要修改，注意这个名称要匹配，对吧？好，接下来我们再优化一下。现在这个代码它是一个浮点属性嘛，我现在给它赋予一个点层级的一个属性，我看它能不能识别。首先，哎，这个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那我们就不需要优化。然后我们再往这边，你看它是一个面层级的属性，是吧？同样可以识别。那这个代码这个小工具我们就创建完成了。其实我这边我要强调了一下，因为确实刚刚使用 ChatGPT 的话，它很多那个准确度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因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我前面用了它的一个额度，就是把它那个比较高级的那个免费模型的额度给它用完了，所以它会调取到一个比较老的大模型，准确度会严重下降。实际上我最开始就是使用 ChatGPT 创建了一个工具，也就是我使用这个吧，最早的这个就是这个，其实就是用 ChatGPT 创建的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没有任何问题的。所以大家如果说因为它每5个小时更新额度嘛，所以你要掌握这个度。当然，如果说你想更方便、更精确的话，你可以使用这个 Cloud 它的额度就更低了，而且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它也是你要解决它的一个网络问题。好，然后这个也是我用同样的方法创建的，比如说提取点组，对吧？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它是点组是吧？提取点组，是吧？然后这个是提取面组，都可以。当然还有一些更高阶的玩法，就是我们通过就是这个是开发者开发的一个 MCP 的一个服务器，可以连接通过这个 Cursor 或者是Cloud 来去实时分析这个代码。比如说我可以演示一下，比如说我现在有串代码，然后你不知道它的一个含义，对吧？看一下，因为我现在已经配置完毕了，也就是说我的这个 cursor 是连接到了这个胡迪尼，所以我可以直接写上
帮我分析胡迪尼中旋转节点的 Max 代码注释，并返回到节点中。然后它就会因为 MCP 这个服务器已经架设好了，它会实时的分析这个胡迪尼当中一个代码，然后它会按我的要求去操作。你看，你就不需要复制来复制去这么麻烦了。它现在有一个架设问题，就是它没有连接到，我们看一下这 MCP 是没问题的，9876。你看，它就已经连接上了，然后它会把这个注释按我的要求给它返回进来，然后具体这个注释的原因是什么？然后这 Cursor 我也使用的一个 Grok 的一个模型，一个免费模型，就是比较好的模型，肯定是 GPT 5.2啊 ，Gemini 3啊，包括以及这个我们 Sonnet 4.5，就是 Cloud 的那个模型，但是都是要收费的。这个就是很方便，就是帮助，这就是我在工作过程当中如何使用 AI 去优化我的一个工作效率。然后这个 MCP 的话，就是它在这个 GitHub 上的一个介绍，就是它还可以连接到这个 Cursor 以及这个 Cloud， 包括这个 Cloud Desktop， 其实这个我也连接了。都是可以的，对吧？有机会我可以分享一下这个是怎么一个搭建的。这就是本节课的内容，希望对你有帮助，谢谢。然后相关的这个工具我会分享到我的爱发电上面。